那最近呢 ，DIT 模型的加速技术非常的火爆，其中最棒的呢有2个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其中的一个叫做 T-Cache。T-Cache 呢是一种缓存技术，它能够将大模型不管是混元或者是 LTX 或者是 Flux， 让它生成的速度呢大概提升2到3倍。那这个提升是不是有效果呢？我们来做一个基本的测试，先来验一下货。大家看到的呢是一个标准的混元视频生成的工作流，这里边呢我们在模型之间串联上了一个节点啊，这个节点叫做 T-Cache。当然现在呢你先不用去管它是干什么的，我现在呢其实是将这个节点给它禁用了，所以说呢 enable T-Cache 呢我设成了 false， 然后呢我生成了一个视频，那生成的时间呢我们大概看一下，就256。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的。那如果我现在开启这个，那我们再来生成一遍，看一下生成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好，下边呢我们开启了这个节点，然后呢又跑了一遍，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35秒，比原来的呢提升了不到1倍，但是差不多。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这种速度提升的技术呢是非常的有效果的。那这种效果呢不仅体现在速度上边，那我们看一下采样之后产生的这个视频，那我们从肉眼上来看呢，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异的。那你能感觉出来这2个有什么不同吗？这个从肉眼上来看呢很难去发掘，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技术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加速技术，而以往的加速技术往往是以牺牲这个视频质量为前提的，而 T-Cache 这个技术呢，目前我没有发现它会损耗掉最终作品的这个质量，所以说呢，这也是我觉得它非常棒的一点啊。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T-Cache 这个技术在 GitHub 上的官网，大家会发现它这个目录就非常有意思，它有各种各样的技术的这种加速，那有混元的，有 LTX 的，有 Flux， 还有我们最新的这个 Tango Flux， 就是生成音频的这个，包括我们的 Consist ID， 这个都会有。所以说呢，它是一种广泛的加速技术。那我们之前说它是针对大模型的，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模型的。它这儿呢也有一些例子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技术的细节，大家可以点一下它的论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现在看到呢就是它 PDF 版的这个论文。那我们重点看一下这张图。那在看这张图之前呢，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加速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现在呢，如果讲到模型的加速呢，大概就有3个层面。第一个呢，我们称之为蒸馏。蒸馏的意思指的是我训练一个小模型啊，一般我们把那个大模型叫教师模型，把这个小模型叫什么？叫学生模型。那用小模型呢去逼近那个大模型。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最终生成的这个图像或者是视频呢，比较接近于大模型的质量，但是呢是有损失的。那这是第一种，我们叫蒸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量化或者叫减脂，这个是将原来的大模型进行裁剪啊，就是我们可以不全要，我们要一部分。比方说大家看到的那个量化模型啊 ，GGUF 这种东西，那其实呢就是一种量化和减脂的技术。那这种当然对模型最终生成的作品质量也是有一定损失的。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说的缓存技术。缓存技术呢，指的就是说每一个 diffusion 过程，也就是每一个稳定扩散之后呢，会产生一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呢会被缓存下来，以方便我们后边呢去使用。那如果这个缓存的效率很高，那用我们程序员的话说就是命中率很高，它采样的这个时间呢就会有提升。那 T-Cache 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技术。那它在这种缓存技术上到底做了哪些改进呢？那我们下边就用这张图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张图的最上面是一个 timestamps 啊，就是我们说的时间轴或叫时间步数，因为我们知道采样都是分步来做的。
上面呢是传统的缓存技术，那就是我们缓存啊，然后重用，缓存重用，每到一步啊都缓存，然后去重用这个缓存，缓存去重用这个缓存。那这种我们叫做均匀的缓存技术，也就是我不管你上一帧和下一帧到底有没有差别啊，反正我就生成一个我就缓存一个。所以说呢，这种缓存的效率，第一个毫无重点，第二个也没有任何优化的技术。那 Tcache 呢就做了一些优化啊，那你看一下。那假如说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时间轴上呢，我们有一个 TA， 就是第 A 步，然后有 TB-1 和 TB 啊，就三个典型的步数。那我们之前呢可能有一个输出，我们把它缓存掉了。那 TA 呢产生了一个稳定的扩散输出，也把它缓存掉了。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缓存之后呢，它会一直重用，重用到哪儿呢？ TB+1， 然后再重新缓存。那我们直观上来看，这个缓存技术它就不是均匀的，那重用呢也更加的有效率。那这种缓存技术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都知道啊，输出它的差异性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输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某一个diffusion 的时间点，输入是一样的，输出肯定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说呢，缓存是不是要重新更新，关键取决于我们的输入。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公式里边有一个大 F， 大家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输入啊。当然这个输入的话呢，我们想表示它啊，那我们用一个 L1 的距离。这个如果你做机器学习的话，可能知道这个东西啊，就是距离有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常见的就是两点之间的距离啊，这是比较常用的啊。那么当然这个呢，既跟输入有关，还和时间的这个步数有关，就是和 t 有关啊。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距离呢做一个 f 啊，就是做一个拟合。拟合呢，当然指的是把它的分布呢给它表示出来啊，让它变得更加的可度量。那如果前一步的这个输入的差异啊，它如果小于我们设定的某一个阈值，我们就认为它变化不大，所以说呢，我们就不会生成新的缓存。那只有这个输入的这种差异性大于那个中间的这个 set 值，那我们才会重新缓存。那这种方法就非常有效的提高了缓存的这个效率。那不是每次都缓存啊，所以说呢，采样的速度就变得比较快了。那最终呢，测定之后我们会发现，那么可以使采样的速度提升到2到3倍，而且呢，我们的最终作品啊，就是视频和图片，这个质量呢是不减少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技术。那我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怎么去理解？比方说我这个视频在生成的时候，第一帧的输入啊和第二帧的输入它是一样的。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就是它是一样的，就你可以认为生成视频应该是这2帧就没有动。那这个时候你得到的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那你没有必要第一帧生成完之后缓存一下，第二帧来了之后呢，我们再缓存一下。那你这个就有点多此一举了，是吧？你在浪费空间，也在浪费时间。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这俩一样，干脆第二帧我就不缓存，我就直接用第一帧的缓存，这个可以理解。那我现在再给你稍微的调整一下，如果第二帧稍微的变了一点，就是第二个的输入，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输入指的就是大模型的输入啊，你直观上来看应该是 tokens，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就说视频的帧。那第二帧和第一帧就变化了一点点，非常的小。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重新的缓存？有人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就变化了一点点嘛。所以说呢，我们第二步还不缓存，我们还是用第一步的那个 cache。然后呢，我们再说又变化了一点点啊，那我们以此类推，那这个一点点到什么程度？那第二帧我们才认为是值得缓存的，就是靠我们这个 set 值来确定。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够从宏观的概念上理解 Tcache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非常棒的一个技术。那它不单单可以用在会员的这个视频里边啊，很多技术都是可以用到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官网里边提到的一些扩展，大家都可以去用啊，在 CompuI 里边
很多的这个扩展都支持了，包括 K 神的会员的扩展啊，包括汤团猪的这个工具集，用哪个都行。我用的哪个呢？我用的这个。那你注意啊，其他的包呢，要么就是冗余太大，要么就是过于专注。比方说会员的这个，它就只能用在会员上面。而这个 Toolset 当然是一个工具集，那除了这个之外，肯定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具，我用不用得到这个不好说，所以说呢，我们就使用了这个扩展。下边呢，我们可以点开它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这个扩展，大家看一下这儿，这个里边呢，它主要实现了3种模型，我们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 Flex， 第二个就是会员，第三个 RTX。这个表格里边呢有一个值非常重要，就是这个 Set 值。刚才我们讲了啊，就是那个阈值到底是多少，每个模型都不太一样啊，这个需要训练得出来。那他们认为呢 Flex 0.4， 然后会员的 0.15， LTX 0.06， 加速呢也稍微有一些差别啊，但是呢都接近2倍左右。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扩展就可以实现 Flex 会员和 LTX 的加速。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 Flex 这个加速了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 Examples 看到相应的这个工作流，你把它拽到你的 ComfyUI 里边就可以。另外，它安装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它没有扩展，它本身呢并没有额外的模型，它就是一种加速技术，说白了就是加了一种算法啊。所以说呢，安装起来非常简单，克隆下来直接重启你的 ComfyUI 就可以了。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工作流它基本的使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会员，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啊，我这就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就行了。大家看一下啊，这儿有一个节点啊，这个节点是所有视频生成模型公用的。那我们在这个类型这儿选的是会员，当然如果你要选 LTXV， 那就是 LTXV。这儿有这个是否启用啊，你可以选择 false 或者 true。完了之后呢，这儿有采样步数，你注意啊，这个采样步数其实是 Tcache 用的这个叫什么？叫优化的规划步数啊，它不是实际的采样步数。所以说呢，真正的采样步数呢是下边来指定的，我们就要求这俩呢就保持一致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你这儿的优化才会更加的准确啊。你不能说这儿是20步采样啊，你实际采了30步，那这个优化呢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看。然后你注意它的阈值，对于会员模型来讲呢，这个 Set 值是 0.15， 别的没什么好说的。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对于 LoRa 的影响。那这儿呢，我们加一个我自己训练的 LoRa。那我加了这个 LoRa 之后呢，我们先把它关掉啊，然后呢，我们先跑一个，因为这个其实说白了不是特别的好看啊。我们再跑一个。注意啊，现在呢，这个 Tcache 是不起作用的，我已经把它关了嘛。那我们重点就看一下，就是加了 LoRa 之后，那这个 Tcache 技术对采样的结果是不是有影响？在不加 LoRa 的时候，我们已经测试过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看一下加了 LoRa 之后，它对结果呢是不是有影响？大家看一下这个采样完成了。加了我这个 LoRa 之后呢，整个的这个画面呢就变得漂亮很多了，因为我主要训练的是这个人物的 LoRa。那我们看一下它采样的时间，大概呢是192，对吧？现在呢，我开启 Tcache。第一个呢，我们需要看一下生成的质量是不是有差异。第二个呢，我们需要看一下生成的时间是不是有提升。好，这个结果呢也完成了啊。那我们下边呢把它同步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如果你详细去看，你会发现，这个呢其实并没有这个要清楚，包括色彩表现上呢也没有这个要明亮。但是如果用肉眼去看的话呢，也不太容易察觉。所以说呢，质量上稍微有一些损失，我觉得也就在10%左右。那我们看一下速度的提升。这个呢用的是 122.5 啊，那也就是说提升的速度呢其实到不了2倍，但是我觉得也非常可观了。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会员的这个效果，
非常的棒啊。那下边呢，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LTX 这个模型。那我们进到我们安装的这个 Tcache 的扩展目录里边的话呢，可以在Examples 里边找到你需要的这个工作流。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LTX 的。首先呢，我们调整一下参数，这个它用的是 0.91。我建议大家还是用 0.9 啊 ，0.91 呢，其实原生的适配并不是特别的棒。所以说呢，这儿我们切成 0.9， 然后这个编码器呢，我还是用 FP8 的 ，FP16 的呢有点太慢了啊，太大。别的呢，基本上我们不用去调整。下边呢，我们先关掉这个 Tcache 来跑一遍，感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它生成的这个效果。那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65秒左右。你注意啊，这个生成的是97帧，其实比混元呢是要多了将近1倍。那我们下边呢开启 Tcache， 那我们再来跑一遍。那同样我们将这个给它存一下，方便我们比较。好，下边呢我们看时间。这个时间呢，大概用了51秒啊，所以说呢，这个提升速度稍微慢一点。我们在论文当中呢，也会发现它这个值呢在 1.7 左右，也就是不到2倍。当然那个也有点夸大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提升比例。而且呢，你采用帧数不同，可能你提升的这个效率呢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对比生成的效果，其实也能看到一些差异。那这个还是要稍差一些的啊，但是总体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LTX 这个表现。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Flux 的表现。那我们将 Flux 的工作流呢给它拽进来，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Flux 的工作流。如果你觉得比较难看的话啊，那我们可以采用我们自己的也行。那我们用一下我们自己的吧，我现在把它删掉。我们用一个 Flux 的基础工作流，然后呢，我们这儿来一个 KSampler。这个呢，我采用25步采样，然后这儿我给1，然后 OLA 这儿我同样给到 Simple。C 的这儿啊，我们暂时先给它fix 的一下。下边呢，我们找一个提示词，我们就来这个就行，1280720啊，这个足够大了啊。下边呢，我们直接跑一遍就可以。质量还行啊，那这样吧，我们稍微改一下啊，我们改成720×1280，然后呢，我们加一个我们的小红书的 Laura， 这儿呢，我给到 0.8， 采样呢，我们改成小红书的采样，然后呢，我们再来生成一遍。这样呢，我们拿到了一个结果啊，可能更好看一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目前采样的时间，我们大概用了50秒。那下边呢，我们加上一下 Tcache， 那我们搜索一下，这个呢就用图片这个就行了。大家注意啊，这个节点的参数我们直接保持默认就可以。那我们给它串联上，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儿的步数一定要和这儿的步数保持一致。那我们同样呢，再来采样生成一遍，速度明显的在加快。大家看一下，这个变化稍微有点大，是因为我这加了 Laura 的原因啊。如果要是原版的话呢，可能变化没有这么大，但是速度的确呢有了明显的提升，大概只用了 13.15 秒。当然这个可能是包含模型加载的时间，提升呢可能也就在2倍，可能会多一点。所以说提升的效率来讲呢 ，Flux 是最大的，那么混元呢次之，而 LTX 呢其实是最小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演示 LTX 的时候呢，其实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这个文声视频。你最好呢测一下图声视频，因为 LTX 作为文声视频模型来讲，它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我们更多的场景呢还是用图声视频，对吧？当然这个就是技术问题啊。那你去试的时候，这种加速的效果是同样会有效的，不会因为你是文声视频还是图声视频而有所不同。所以大家也看到了，经过我们这样去测试，那么这个 Tcache 技术的确可以在几乎不损失生成的这个图片或者是视频质量的前提下，有效的提升这个生成的效率。也希望大家呢自己去试一下。
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